各位好，欢迎回到瓜子泡茶听 iPhone。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4季的第1期节目了。在前3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iPhone 前传、iPhone 的硬件和 iPhone 的内置 App。那么到第4季，从今天开始，我们来给大家去聊一聊 Apple ID、iCloud 和 iOS 这3个概念。今天作为第1期，我们先从 Apple ID 开始。那 Apple ID 其实是一个像空气一样存在在所有的 Apple 用户的这个身边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并不见得所有的普通用户都能够理解 Apple ID 的重要性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从头开始，我打算从3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关于 Apple ID 的问题。第一方面，我想先给出 Apple ID 的定义。其实这个定义 Apple 官方有给过大概的意思呢，就是 Apple ID 是通往 Apple 服务的钥匙就这么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懂的自然懂。但是我们想更深入的也不敢说深入吧，就是把它稍微拉下神坛，稍微接地气一点这句话对是对，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明白到底这个钥匙是干啥用的呢？举个例子Apple ID 之于 Apple， 就像你的银行卡号之于你的银行也类似于你的手机号之于你的手机运营商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你要享受一家公司提供给你的服务，你要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认证嘛。那我要给你提供服务，我得先知道你是谁那举个例子，我想把我的通讯录存在我的 iCloud 上，以便于它同步到我所有的 Apple 设备当中，甚至在我之后更换手机的时候，我也不用操心新手机里面没有我的这个个人信息，只要登录 Apple ID 就可以自动的把原来的电话号码全部同步到新手机上。那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你首先要让 Apple 知道你是谁，否则的话，大家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不就全混到一起了吗？你首先要知道这100个是张三的，那200个是李四的，他必须把每一组的电话号码跟一个人去对应。那这个人在 Apple 我们就叫做 Apple ID。所以 ID 其实英文的意思就是身份证的意思嘛。那你在 Apple 的一个身份验证这个就是 Apple ID 的定义了。那么聊完定义之后呢，我想再基础一点，先跟大家去谈一谈 Apple ID 长啥样这个话题那 Apple ID 呢，如果先不提中国大陆地区的特殊情况的话，它在全球范围内，除了中国大陆，它长的样子都应该是一个电子邮箱。那中国大陆地区呢，会复杂一点会有一个特权，那这个特权就是你可以使用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码作为 Apple ID。那这个呢，也是 Apple 中国为了更好的本地化服务于中国的这个用户而做出的一个改动吧据我了解，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用电话号码作为 Apple ID， 只有中国大陆可以。那这个也就足以体现了电话号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重要性这个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你们就是应该会心一笑，大家都能够明白，现在这个移动网络时代，这个没有电话号码简直寸步难行那么我们先聊一下广泛的吧，就是如果是一个电子邮箱的样子的 Apple ID， 它有哪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或者是怎么去理解首先呢，一个电子邮箱，你要问我，这个邮箱它到底是不是 Apple ID 呢？那正确答案应该是不知道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除了一个邮箱，就是 @icloud.com 的邮箱，你但凡看到 icloud.com 的，它就一定是一个 Apple ID。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几十年的 Apple 的用户，你还有可能看到
iCloud 的前身啊，也就是 iCloud 之前，我们还有一个 @me.com 的。那么在 me.com 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 @mac.com 的。那这些其实都是 iCloud 的前身和前身的前身，这个都只能是老用户在当年申请过，那么你可以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不管是 @mac.com 还是 @me.com 还是 @icloud.com， 这些都是 Apple 提供给 Apple 的用户的邮箱。那这样的邮箱呢，它天生就是一个 Apple ID。那同时当然了也是一个邮箱，但除此之外，不是 Apple 公司提供的邮件服务，比如说你是 Gmail 的，你是 QQ 邮箱，你是163，你是139等等等等，这些邮箱可以是 Apple ID， 也可以不是。那就要看你在申请 Apple ID 的时候，你选择的是用一个已有的邮箱把它注册成为一个 Apple ID 呢，还是你用申请一个新的 iCloud 邮箱，差别就在这里。那我特别要提的一句是，如果你是用的第三方的邮箱申请的 Apple ID， 这个邮箱在之后是可以更换的。这个是我在工作多年遇到的还蛮多的一些需求啊。比如说刚刚开始用 iPhone 的时候没在意，随随便便拿自己爱人的，或者是男女朋友的，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啊，或者是自己子女的吧，随便拿一个邮箱来就注册了一个 Apple ID， 然后自己用着。但是到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哎，不对了啊，这个 ID 非常的重要，我想换成我自己的，或者这个邮箱我密码都丢了，进不去了，想换一个，行不行呢？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你是第三方邮箱注册的 Apple ID， 你进入到这个 Apple ID 的设置界面以后，你就可以选择我替换成一个新的邮箱，比如说我原来是 QQ 邮箱，我现在要替换成一个139邮箱，这个绝对没问题。替换过了以后，你的 Apple ID 的密码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你的 ID 根本就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就是把邮箱换了，类似于你到这个户口登记的地方说我要改个名字，那你还是你，只是你的名字换了而已，你里面存的任何东西，还有下载的软件，全部都保留在原来的 ID 当中。其实你 ID 根本没换，只是换个名字啊，所以不要觉得一个邮箱进不去了，或者我想换一个邮箱，就一定要申请一个新的 Apple ID， 完全没有必要。你只要换一个邮箱就可以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的邮箱当时是选择创建的 iCloud 的邮箱，你说这个时候我想换一个，这对不起，这个没法换，你只能就是申请一个叫邮件的替身啊，有2个在里面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把那个主账号换掉，这个没有办法，你只能再申请一个新的了。那同一个 Apple ID， 其实它的下面是可以有多个邮箱的。比如说我的主账号是一个QQ 邮箱，那我可以在这个就是叫个人信息的页面啊，选择添加一个备用邮箱，你也可以添加10个备用邮箱，全都可以的，你可以任意的往里面加。那比如说我一个 Apple ID 下面登记了5个邮箱，那这个时候当我需要 Apple 的服务需要让你填写 Apple ID 跟 Apple ID 密码的时候，那我5个邮箱我填哪个呢？5个都可以，你随便填哪个都可以，但密码是不变的。那这样也方便大家理解到底 Apple ID 它长啥样，是个什么。也就是说，它长得可能是个邮箱，但这个邮箱呢，它又不能全权的代表 Apple ID，它还是可以换的。当然，我指的这个是第三方的邮箱啊。那如果是电话号码的话呢，那就更可以换了。我们换手机号的时候，甚至它还在中国大陆比较智能的是，如果你把那个实体的手机号拔出来换了一个号码又插进去，那可能过个一段时间，你的 iPhone 就会发现，哎，你的这个 SIM 卡里的这个号码和你当时 Apple ID 的这个手机号码是不一样的。那它出于这个安全考量，它会提醒你说，哎，你要不要更换一个 Apple ID 的电话号码？这个时候你只要点要更换，其实就完成了一键更换 Apple ID。那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在 Apple ID 里面的信息尽量保证真实，特别是你登记的邮箱和
电话号码尽量保证真实。这样呢，在你的Apple ID 发生意外，就是密码忘了呀，甚至有的时候被盗啊，虽然现在被盗很少了，你要开启2次验证的话，被盗非常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提供的至少来说，邮箱和电话还有生日这3个是真实的，那你就会对之后的数据保护有了更多的保障啊。这个是我们聊的第2点，就是 Apple ID 长什么样子啊。那第3点呢，我想去聊的内容就是我们干什么事情的时候要用到 Apple ID。我把它叫做干啥需要 Apple ID。那其实需要的内容非常多啊，我为了方便各位，我也把它给打在了我们的屏幕上面。那我呢也相当于看着一个提词器，如果说不方便看屏幕的啊，正在收听的朋友听众，完全不影响啊，因为我会一个一个的去聊到的。首先我屏幕上列出的这些绝对不是完整的啊，它只是比较经常用到的一些 Apple 服务，那还有很多是我没聊到的，那就算了吧啊，那我们就先不聊啊，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去查漏补缺。那 Apple ID 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就是 iCloud，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没有登录 Apple ID 的 iPhone，那么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 iCloud 跟 App Store 这2个东西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 iCloud 你就没有办法同步你的通讯录啊、备忘录啊、联系人这些基本的信息。那么没有 App Store 呢，你就没有办法下载第三方软件啊。那我对于中国大陆用户来讲，我只要说你没办法下载微信，那这个手机基本上对你来讲就不能用了啊。当然，如果你买一个 iPhone 把它激活，是不需要一定要有 Apple ID 的，你可以跳过这个步骤。那激活了之后，没有 Apple ID 的情况下，你就只能使用 iPhone 的内置 App 了，那你就没有办法用第三方的 App。那微信也属于第三方 App， 那你就只能发短信、打电话、用计算器、看看天气、看看地图，就这个可以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完全，我们之前不是聊阉割的 iPhone，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被彻底阉割的 iPhone 啊，这个阉割的非常的狠啊。那有了 Apple ID 之后 ，iCloud 我们后面会再多用几期，一期肯定讲不完啊，我们专门开了这 iCloud，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App Store 就是下载第三方软件，我们刚才提过了。那 FaceTime 跟 iMessage 其实它不是依赖于你的手机号的，也就是说，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孩子和老人啊。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他没有手机，甚至没有手机号码，你给他买了一个 iPad， 那他只要有一个 Apple ID， 你也可以利用 FaceTime 和 iMessage 给他打电话和发短信啊。如果你是海外版的，拥有 FaceTime 音频的话，其实你打电话发短信的体验，比你真正给他一个手机号码这个体验，我认为是还要好不止1点半点的啊。但是如果你没有 FaceTime 音频的话，国行对吧？没有这个服务，那你只能视频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啊。本来老人跟孩子可能就视频的需求会比成年人要更多一点。那接下来是 Apple 服务啊 ，Apple Services。那什么叫 Apple 的服务呢？我们常说的 Apple 服务，其实就是比如说 iTunes Store Apple TV Plus、Apple Fitness Plus、Apple Arcade，就是包括iBooks Store 啊。那我说的是英文，但是大家应该也都能听得懂吧？就是电影商店、音乐商店、图书商店。Apple 自己拍摄的这个流媒体影片订阅，还有这个 Apple 健身等等等等 ，Apple 游戏等等等等这些附加的服务，我们都称之为 Apple Services， 就是 Apple 服务，这些都是一定要有 Apple ID 的支持的。当然，在这些我们的大部分是还没有来到中国大陆。那么你的 Apple ID 如果是选择在中国大陆啊，用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去注册的 Apple ID， 刚才说的这些服务里面，你就全都享受不了了。你只有一个，就是 Apple Music 啊，这个音乐订阅只能订阅不能买啊，没有音乐商店，只有 Apple Music。Apple Music 是一个订阅服务，不是一个音乐购买和下载的服务，这个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那
另外还有 Apple Store 服务。Apple Store 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要线上或者线下通过官方渠道去购买 Apple 的所有产品，甚至是 Apple 这个作为经销商去卖的一些其他品牌的产品，那你也需要一个 Apple ID。可能线下店说我不需要这个 Apple ID 啊，但是在线下店有很多的预约服务是需要的，比如说你要预约一个Apple 产品的维修啊，比如说你要预约购买一个新品上市，你要预约购买，或者说你要现在 Vision Pro 上市了，你要去体验一下，也是需要预约。那这些预约包括 Today Apple 啊，这些预约都是要有一个 Apple ID 才可以的。那另外更高阶一点的服务，比如说家人共享，我们之前讲音乐里有提到过的，对吧？你要15块钱一个月，6个人可以共享这个 Apple 的音乐订阅服务 Apple Music 啊，便宜到不行的，还能共享 QQ 音乐的曲库啊。那这个你首先要有一个 Apple ID。还有像查找网络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好朋友的实时的位置，你可以随时打开和关闭啊。既方便又不会泄露隐私，也需要有一个 Apple ID， 包括查找物品，查找你的iPhone、iPad、电脑、耳机，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个 Apple ID。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通过 Apple 登录，像很多的第三方软件或者是登录一个网站，在注册用户名的时候，我们国内很多用的都是使用微信登录啊，使用支付宝登录。但其实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也可以允许你使用 Apple 登录。那使用 Apple 登录的好处，我们后面会在进阶内容当中再谈。但是想要用这个，就需要一个 Apple ID。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大家用的可能比较少的，像我现在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成为 Apple 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我现在在 Apple Podcast 要发布我自己的播客，那这个时候我去登录 Apple 的播客发布平台啊，那我也需要一个 Apple ID。再比如说 Apple 有很多的合作计划，比如说 Apple Teacher， 如果你是一个 Apple 认证的这个教师，利用 Apple 的产品和软硬件去教授你的学生，我们有 Apple Teacher 计划，这个你也要用到Apple ID。那更不要提更多的这个软件开发商软件开发者、程序员也需要用到 Apple ID， 只要你为 Apple 开发软件都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4季的第1期节目先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Apple ID，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敬请期待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